从国外留学10年回国，爸爸作为荣氏集团总裁，当天有个重要会议要出席，让他的女朋友陆柔雪来接我。但是爸爸说，只要我不同意，他就不会和陆柔雪结婚。陆柔雪，我没见过她。爸爸说她温柔善良，如果她真的和爸爸说的一样，我会同意她和爸爸的婚事。但是我没想到，回国第一天，我有钱，这个我爸的女朋友未婚妻，就让我大开眼界。不要！老板，来一串这个，这个也麻烦来一串，谢谢。美女，给。哎，小心啊！停下！小朋友，你没事吧？你敢坏我好事！你弄坏了我男朋友给他女儿的礼物，你赔得起吗？这个箱子怎么这么眼熟？明珠啊，我给你弄来了你研究需要的全世界唯一一支的紫杉醇纳米级提取物试剂。爸，你真好。住手！住手！刚刚如果他没拦住你们，你们就要撞到人，出人命了。你们不感谢他就算了，怎么能打他？我有钱，看到了吗？你，还有你，你们这种下等人都是贱命一条，我全都能买下来。你们，再不滚，我让你以后在这座城都混不下去！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救不了你。这可是法治社会，你们这样和黑社会有什么区别啊？董事长的会议马上结束，他让我过来先通知你，他等下就过来。他是谁？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等我教训完这个乡巴佬，我就马上过去见明珠。还是接大小姐要紧，其他事情先放放。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弄坏了我姐夫给他女儿准备的礼物。什么？那可是董事长为了哄大小姐特意找来的紫杉泉纳米级提取物试剂，全世界只有唯一一支，千金难求。不可能，这支试剂全世界只有一支，是在荣氏集团总裁荣景行的手里，怎么可能会在你们这儿？你知道我姐是谁吗？她可是荣氏医药集团总裁荣景行的未婚妻。你是陆柔雪？怎么样，怕了吧？要不是因为你拦车，我就能完好的把药剂送给景行女儿，她肯定会同意我们的婚事。结果因为你，这一切都毁了。没想到陆柔雪竟然见识个如此嚣张跋扈、道德低下的人，我绝对不会同意爸爸娶她的。会议结束，散会。还想扮救兵？做梦！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怎么打不通？怎么都打不通？难道是路上出什么事了？不行，我要马上去见明珠。来人，备车出发。是。我的手机。我绝对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以为你是谁？
还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我就是荣景行的女儿荣明珠。笑死我了！你说你是荣明珠，那我还说我是首富荣景行呢。居然还敢冒充荣家大小姐，你以为我会被你唬住吗？荣明珠是首富千金，又出国留学多年，肯定打扮精致，怎么可能会是你这个乡巴佬的样子？姐，你说我们要怎么处理？你不是说你是荣明珠吗？耀祖，去把我手机从车上拿过来。景行，接到人了吗？没有，我去接明珠的路上，有人打碎了你给明珠的礼物。什么？到底是谁敢弄坏我女儿的礼物？景行，你放心，我肯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你死心吧，荣景行绝对不会娶你的。荣家是不会允许你这种品行低劣、心肠歹毒的人进来的。你这个贱人，居然敢诅咒我！耀祖，给我去把车上那桶汽油拿过来，我要毒哑他，让他以后都开不了口胡说八道。陆柔雪，你会后悔的！姐，这里面装的好像是水。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你刚刚拦车用的是这只手，你想干什么？既然是你的这只手这么能坏事，那干脆就废了。你还敢推我姐？还愣着干嘛？给我打断他的手！好了好了，住手吧！你要给这个贱人求情，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吗？没有没有，陆柔雪迟早要成为荣总的妻子，我现在可不能得罪她。我的意思是，陆少都打累了，不如换种方法折磨他。算你识相。耀祖，过去给我把他衣服扒了。你们敢！我不仅敢，我还要录下来，让所有人都看到你这个贱人的裸照。荣总过世夫人的项链怎么会在你这里？那是荣总过世的夫人的项链，听说夫人过世之后，就把它给了明珠小姐。难道她真的是荣明珠？你给我好好认清楚了！不是她。虽说我入职的时候，明珠小姐已经出国留学了，我没见过明珠小姐，但公司的人都知道她是荣总的掌上明珠。我敢保证，肯定不是她。还给我！居然还敢咬我！一个破项链，没想到你还这么紧张。既然你毁了我的东西，那我也要毁了你的东西。这是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了，还给你，可以啊。只要你愿意给我磕3个响头，再趴在地上让我踩着你过去，我就还给你。你不愿意做也行，只是这项链，我做！只要我做了，你就会还给我对吧？当然，我陆柔雪从不撒谎。好，希望你说到做到。好了，把项链还给我。你想把东西要回去，做梦！
还敢嘴硬！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那不是柔雪的车吗？怎么在这儿？过去看看。明珠，你到底怎么了？你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那不是柔雪的车吗？怎么在这儿？过去看看。先生，导航说还得堵个15分钟呢。15分钟，我走都走过去了。开车门。是。不甘心？我告诉你，你这种在我眼里就像蝼蚁一样，随随便便一脚就能踩死。你一定会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吹牛也不怕大风闪了舌头，你不过就是个低贱的乡巴佬，而我即将成为首富夫人，你再怎么蹦跶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我的鼻子！姐，你没事吧？你这个差点弄伤我的脸，害我没办法完美出席和景行的婚礼。婚礼？你还妄想有婚礼？只要荣景行他女儿不同意，你就不可能和他结婚。要不是你把药剂给毁了，景行他女儿怎么可能会对我有意见？按住他！想干什么？你敢毁了我的药剂，那我也要毁了你的脸！我要！你敢这么对我，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你爸就是个，还敢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会后悔的！我从来不知道后悔两个字怎么写。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哎，姐夫，你是来接我姐的吗？景行，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干什么？就是这个人打碎了明珠的礼物。别给老子碍眼！我姐夫来了，告诉你，你好日子完了！敢弄坏我姐夫送他女儿的东西！先别管这些了，明珠的电话打不通，他那边出事了，我们赶紧去接他。哦，好，我们快走吧。先别管这些了，明珠的电话打不通，他那边出事了，我们赶紧去接他。好，我们快走吧。快！喂，120吗？这里有人受了很严重的伤，你们快来！地址在江汉路青屿巷旁边的小路这里。姐姐不要害怕，我和妈妈已经报警了，警察叔叔很快就来了。手机，我的手机。你醒了。我已经在你昏迷的时候，让人把你的手机修好了，快给家里人打个电话吧，你家人肯定担心死了。爸，
明珠，是爸爸来晚了。我女儿情况怎么样？荣小姐身上伤势很严重，不但手臂骨折，而且脸上还被尖锐物刻意划破。刚送来医院的时候，简直是惨不忍睹。医生，我女儿的脸怎么样了？荣小姐脸部的伤比较重，有可能脸上会留疤，之后都治不好了。要是让我知道是谁敢害我女儿毁容，我一定要让她好看，她承受比毁容还要痛苦的报复。明珠，告诉爸爸是谁害的你，我马上去收拾他。爸，我想要自己亲自报仇。哦，对了，爸，你女朋友她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她呀，说要去给你准备见面礼，所以这才没来。明珠，柔雪她是个善良温柔、端庄知礼的人，爸想和她结婚，你同意我们的婚事吗？善良温柔、端庄知礼，既然爸你喜欢，那我就不多做阻止。你这是同意我们结婚了？爸，要不我们办个家宴吧？毕竟是正式见面，还是要隆重一点。好，都听你的。等你养好伤，我们就办一个盛大的家宴。我要在家宴上向全部人介绍你，就是我荣景行的女儿，是荣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陆柔雪，我要在你最高兴的时候，以为自己得到一切的那一刻，狠狠地撕碎你表里不一、伪善的面皮，把你跌回谷底。明珠，你在国外这些年总穿这些旧衣裳，也是时候换掉了。下午就是家宴了，我帮你定制了几套新衣服，你去看看喜不喜欢。谢谢爸爸，我一定会在家宴前好好准备的。明珠，既然你说你知道该怎么做，爸爸就不干涉你。爸，你放心，我会让他们后悔的。陈叔，明珠是你看着长大的，她刚回来没多久，你陪明珠一起出去保护好她，免得让一些不长眼的家伙冲撞了她。好的，先生，我会照顾好明珠的。陆小姐，您来了，恭喜陆小姐！听说您和荣总好事将近了。不愧是能当主管的人，消息还蛮灵通的嘛。是。我今天下午要参加景行的家宴，给我把你们店最贵的衣服和首饰都拿出来。快，把东西都拿到陆小姐面前，让她好好挑选。Bad girls make them say wow. Bad girls make them say wow. 这都是什么垃圾？这么廉价的东西，怎么配得上我首富夫人的身份？陆小姐，我们店里最贵的衣服和首饰都在这里。没想到爸的眼光还挺好的。先生向来疼爱明珠小姐，他可是偷偷花了好多时间，亲自跟进的服装定制，连首饰都是配套设计的呢。明珠小姐，我先去接个电话。那不是还有一件吗？那件好像是私人定制。我管它什么定制，我看上了那就是我的。喂，你把衣服脱下来。怎么是你？什么是你？这可是荣氏集团旗下投资的奢侈品店，你这个乡巴佬，怎么可能来得起这里？陆柔雪，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倒是自己撞我枪口上。我可是这里的 SVIP， 怎么不能玩？这个 SVIP 卡可是景行的近亲才有，你怎么可能会有？我懂了，你就是拿张假卡来招摇撞骗的吧？去，赶紧核查一下他的卡。我查过了，这张 SVIP 卡是真的，而且我还查到这件私人定制是荣先生亲自向米亚大师下单的。什么？景行定制的？米亚大师是全球顶尖设计师，也就荣总这种顶级富豪才有可能请得到。景行的私人定制
怎么会穿在你这个死囚犯身上？因为这本来就是他要送给我的。你胡说！你一个乡巴佬，景行怎么会给你送衣服？陆小姐一看就和这个人有过节，只要我趁机巴结她，以后大单子就都不愁。陆小姐可是荣先生的未婚妻，这件衣服肯定是荣先生特意给他的未婚妻陆小姐订的。肯定是你们这群瞎了眼的东西弄错了。算你识相，快把衣服给我脱下来，不然我要你好看！你敢打我？我可是未来的荣夫人！那我和你打赌吧，你很快就不是了。你敢撞我？都愣着干嘛？就这么眼睁睁看我挨打吗？给我上啊！哦，好，一起上，都给我住手！陈管家，你怎么来了？你们想对明珠小姐做什么？是不是活腻了？这个老头是谁？他是荣总的管家，平日里负责荣总的一切衣食生行和居家事务，权力可大着呢。哦，我知道你是谁了，你这个不就是陈管家养在外面的小情人，还敢来我面前作威作福？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你就是靠着陈管家的特权才能浑水摸鱼来这里的吧？所以你才会有黑金 SVIP 卡，还偷穿景行给我订的衣服，肯定是他私下给以权谋私。对着这么个老，没想到你还真下得了嘴啊！为了爬上来，真是不择手段。你居然敢对着明珠小姐满口污言秽语，我不会放过你的！你算什么东西，敢对我指手画脚？陈叔在荣家工作了几十年，已经是半个荣家人了，你怎么敢这么对他？那也不过就是景行手下一个下贱的仆人而已。去，给我把他的衣服扒下来。我看谁敢！你们这么多人，还打不过他一个不成？你以为是演电视剧呢？吹个哨子就能把保镖叫过来。给我上！小姐，怎么？你当我是被吓的？谁能把他衣服扒下来，我以后就在谁那里买东西，保证能在荣氏企业平步青云。给我按住他！你们敢！我可是荣景行的未婚妻！别打我！不服，不服就去找你老公了。你敢这么对我，景行不会放过你的！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陆小姐可是荣总的女朋友，荣总向来疼爱陆小姐。你居然敢得罪未来的荣夫人，你承受得起吗？谁不知道荣总是个虽然高冷，但对陆小姐可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他就是想要天上的星星，荣总都乐意。我去告诉景行，你等着瞧！你还不快滚！哼，你就等着瞧吧。等陆小姐成为首富夫人之后，她一定会提拔我，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哭。恐怕你是等不到那天了。你们这群人跟着陆柔雪，竟学会了捧高踩低、见风使舵，败坏荣氏集团的风气，简直就是荣氏的污点。喂，爸，明珠广场6楼这家高奢店，所有员工全部解雇，而且今后荣氏集团旗下投资和合作的所有店永不录用。你不会以为你是首富千金，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失业吧？笑死人了！就凭你！喂，什么事啊？林月，你被解雇了。怎么了，经理？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可以改正的。改什么改？你得罪了谁？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这可是荣总亲自打电话给我下达的通知。怎么了？还有你手下的所有店员，统统开除。什么？荣总？喂，爸，明珠广场6楼这家高奢店，所有员工全部解雇，而且今后
荣氏集团旗下投资和合作的所有店永不录用。你真的是手扶千金，荣家大小姐，大小姐，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求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大小姐。陆柔雪作为荣氏的总裁秘书，行事张扬跋扈，有一点权力就拿着鸡毛当令箭，肯定很多人有样学样。走，去公司，我倒要看看这些年公司被他祸害成什么样。柔雪，家宴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赶紧过来吧。景行，有人欺负我！什么？景行，你看我脸都被打肿了，疼。谁打的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他。景行，你可一定要为我报仇啊！放心，你先去化个妆，好好准备一下家宴。家宴结束之后，我一定帮你报仇。明珠，家宴快开始，你也快点过来。我先去公司处理点事情，忙完就马上过去。好，我和柔雪在家宴这里等你。好，家宴上见。这个财务报表有点问题，刘特助，把业务主管叫过来。大小姐，报表出什么问题了？负责对外接待业务的是谁？是陆秘书，他要准备参加荣家家宴，现在已经下班了。小姐，这是荣总吩咐我交给你的荣氏集团股份转让书，他打算在家宴上当众宣布你是荣氏集团新任总裁。会不会太快了？荣总特意叮嘱说，这是他早就决定好的了，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想法。看来爸爸是怕我因为他结婚多想，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这才3个月，这么多笔300万的业务招待费，招待方公司的法人全是陆耀祖，你们就没觉得有什么猫腻吗？这陆耀祖不是陆秘书的弟弟吗？我们也不好计较什么，毕竟陆秘书是荣祖女朋友，眼看就要嫁进荣家了。这就是世界百强企业荣氏医药集团的风气，欺上瞒下，踩高拍低，就这么任由这些蛀虫侵占公司的资产。这些账本和财务报表就是证据。报警。大小姐，可是荣总那边……我爸那边我去说，去把历年的账本都给我拿过来，我要好好清算一下陆柔雪和陆耀谷到底贪了荣氏多少钱。是。姐夫呢？说是去外面等荣明珠过来，该死的女儿们！姐，你再忍忍，等你嫁给荣景行，我是不是就能开上兰博基尼了，买上大游艇了？我还要在上面开 party。急什么？这次家宴我们可要好好表现。结婚之后，荣家的一切迟早是我们的。荣总，这是您要的近3年采购部供应商名单，还有研发部的经费审批记录，都整理好了。这家原料供应商是谁引进的？他们的资质评级只有 B 级，根本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是陆秘书亲自签批的。当时采购部提交了3家 A 级供应商的报价，但陆秘书说这家虽然资质不够，但是很有钱，硬是压着换了这家。小姐，陆柔雪名下资产我也查到了，她在城郊有一套别墅，这家供应商也是那块地皮的开发商。难怪最近几款药的成本飙升。我们荣氏集团本来是救死扶伤的企业，现在却成了陆柔雪中饱私囊的工具。陆柔雪这么明目张胆，你们就没人敢站出来反对？陆秘书说她是荣总钦定的未婚妻，还说谁不听话就让谁在行业内混不下去。前阵子质检部主任想上报原料问题，第2天就被调去当仓管了。现在能留在公司的都是听他话的人。刘特助，整理好这些证据，准备去家宴。
我倒要好好问问陆柔雪，荣氏集团到底是荣家的还是陆家的？是。姐，荣景行他女儿肯定漂亮的很吧？这几天我一直忙家宴和婚礼的事儿，哪有空去见他？但景行这么帅，想必他也不会丑到哪里去吧？姐，不如你撮合撮合我和荣明珠，到时我们不就亲上加亲了？陆家直接就飞升了，跻身上流世家。净会胡扯，到时辈分不都乱了？哎，倒是各论各的，我叫我的姐夫，你叫你的弟媳不就行？景行，明珠她还没来吗？明珠她好像去公司忙活什么事情去了，她忙完再过来。陆小姐真是贤内助，宴会布置的真气派。毕竟景行疼我，我从小看着景行长大，除了景行妻子和女儿，他对你最重视了。还要多谢两位长辈赶来参加我和柔雪的订婚家宴。明珠出国10年，真是好久没见她了。不知道现在什么样子了，不过肯定更漂亮了。听说明珠在国外做药物研究，是全球顶尖的医学博士，真是正气啊！不怪景行这么疼她，收集千金难求的药剂原料不说，还差点因为接她去跳动大会，这可是真正的掌上明珠。明珠这些年在国外确实辛苦了。等下我要在家宴上宣布一件事情。景行肯定是要宣布和我结婚的事情。怎么是你？妈，你怎么来了？嘿，我闺女都要嫁入首富家了，当妈的来参加亲家的家宴，咋还不行了？景行啊，我家柔雪漂亮又懂事，这个彩礼啊也不贵，只要500万。妈，你说什么呢？我能嫁给景行已经很幸运了，还谈什么彩礼？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妈刚从老家过来，有些激动，大家不要介意。你们看这宴会办的，排场真大，比我当年结婚可风光多了。还不赶紧把妈拉走！你瞧她这眼皮子浅的样子，可别把景行给吓着。妈，你注意点形象，别影响到我姐的形象。而且等我姐嫁进荣家，要多少钱有多少钱，500万算什么？喂，好的，我马上来。柔雪。股东大会那边拉到了新的大投资，我去确认一下合同，签个字。你先主持一下家宴。明珠等下过来，你帮我照顾好她，我很快就回来。放心交给我吧。她现在身价又涨了，等我嫁给他之后，就是名副其实的首富夫人了。至于荣明珠那个小可爱，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她。明珠小姐，我已经收集完陆柔雪的证据，现在已经到家宴开始时间了，我们还不过去吗？不，我要先准备准备，给陆柔雪送一份大礼。陈叔找了全城最好的工匠，但还是没办法完全修好。能用一条项链去看清一个人的真面目，也算是妈妈在天保佑我和爸爸吧。我爸给我定制的那套面铃在哪？帮我拿过来。是。陆柔雪，你该还，一点都不能少。小姐，这是你的面帘。帮我把聘书拿过来。是。我们走吧。明珠小姐，你不是不喜欢陆柔雪吗？为什么还特意带聘书去家宴？到了你就知道了。家宴都开始1个小时了，这荣明珠还不到，也不知道他跑哪里去了。刚姐夫不是说他去公司有事吗？指不定和他爸一样是个工作狂。姐你别急，反正他们父女俩赚的钱以后都是我们花。就是，老公赚钱给老婆花，姐姐赚钱给弟弟花，那都是应该的。小声点，
你们生怕别人听不见吗？这就是荣明珠吗？咋还遮着个脸嘞？那个面帘上的珠子好像是东邦特产七彩琉璃珠，一颗价值都要上万呢。这面帘用了这么多，恐怕得上百万吧？这就是首付千金的底气。这小丫头都是赔钱货，哪里值得在她身上花那么老多钱？我之后得好好教育教育我女婿才行。妈，小声点。是明珠吧？可算见到你了。初次见面，我是你爸的女朋友陆柔雪。我知道呢，我们不是第一次见。我们之前在哪儿见过吗？这么一说，确实好像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这项链也很眼熟。姐，她就是荣明珠吗？她怎么理都不理你？就是，而且还遮着个脸，有什么见不得人吗？神神秘秘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到底是谁。啊，这位小姐，是你？你怎么会来这里？你个乡巴佬来这里干嘛？我当然是受邀请而来的。既然你是受邀的来客，那肯定有邀请函吧？拿出来吧，我不需要邀请函。哎，你没有邀请函也敢来，不会以为这个宴会是你家开的吧？没错，我就是这次家宴的主角荣明珠。明珠长大了，我都要认不出了。不过明珠脸上的疤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人欺负明珠？大家可不要被他骗了，我知道他是谁。你这个死穷鬼，不要以为换了件衣服就能冒充大小姐了。什么？原来她不是明珠，敢在荣家家宴上冒充荣大小姐，真是不要命了！就是，你弄坏我姐要送给荣景行女儿的见面礼也就算了，现在还敢冒充她来参加荣家家宴，是不是存心来捣乱的？真是不知死活！算了，耀祖，可能这种穷鬼平时也就只吃得起麻辣烫，没吃过什么好东西，所以才想着冒充身份进来混吃混喝而已。站住！既然你这么想吃，吃吧，就当做我赏你的。这可是未来首富夫人赏你的，还不赶紧感恩戴德？这可是你们这种死穷鬼一辈子都吃不上的好东西。你敢拿盘子砸我？耀祖给景行打电话，我要让这个女人吃不了兜着走。不需要你们动手，我亲自给荣景行打电话。小姐，姐，难道她真是荣大小姐？陆柔雪，我早就说过，我不会放过你。不，她肯定不是荣明珠，我刚刚的视频也是假的。可是大家刚刚都看到了，视频里的就是景行啊！你们忘了吗？刚刚景行过来的时候穿的明明是白色西装，视频里的却是黑色西装，肯定是他找人假冒或者合成的。保安，给我把这个人赶出去！我看谁敢！明珠小姐，你要我带的东西。陆柔雪，今天是你留在荣氏的最后一天。你在荣氏集团3年，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这些就是证据。原来是这样啊！财报上有数笔几百万的业务招待费，
而招待方的收款公司法人正是陆耀祖。你以为你伪造一份假的财务报表就能随意污蔑我了吗？伪造一份假报表就敢来诬陷我，我看你是故意来报复我。大家还不知道吧？这个当初把我姐夫给他女儿的礼物弄坏，我们就小小惩戒了他一番，他记恨到现在，竟然还追到我姐的订婚家宴上捣乱。你，陆柔雪、陆耀祖，我看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姐，和他还废话什么？我今天非把这女人揍一顿不可。他们今天赶来搅荣家的家宴，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保安，给我按住他们！谁今天能帮我把这个疯子赶出去，那就是这次维护荣家家宴的大功臣。等结束之后，我就给他升职加薪。升职加薪，你有这个权限吗？当然有，这是荣氏集团旗下的酒店，我可是荣氏集团总裁荣景行的秘书，有升职和任命的权限。放心吧，很快你就不是了。30秒过后，你就不再是荣氏集团的总裁秘书。就算你是荣明珠，你也没资格开除我。只有荣氏集团的总裁，也就是我的未婚夫景行，才有这个权限。还有10秒，你演上瘾了是吧？5、4、3、2、1。陆柔雪小姐，很抱歉通知您，您已被荣氏集团解除总裁秘书这一职位，请您在3日内办理好离职手续。怎么回事？我收到了公司邮件，说我被辞退了。姐，你慌什么？不就是一封破邮件吗？肯定是他提前就知道了你的邮箱，装成是荣氏集团给你发的。他还能是荣氏集团的总裁不成？也是，你居然敢弄个假邮件来吓我，我饶不了你！姐，我们赶紧把他抓起来，打一顿扔出去得了，别再让他在家宴上捣乱了，不然等下荣明珠过来，看到家宴被这个弄得一团糟，肯定不高兴。对，保安，给我抓住这个！敢在荣家的家宴上动手，陆柔雪，你是想让所有宾客看看你这个未来荣夫人有多无法无天吗？对付你们这种来历不明、心怀鬼胎的家伙，我作为荣家的女主人，有权利清理门户。陆柔雪，你敢动我？先看看这个是什么。这是荣氏集团股权转让书。怎么可能？你刚刚不是好奇我为什么能发邮件开除你？因为我现在就是荣氏集团的新任总裁。什么？我以荣氏集团继承人的名义通知你们，你们永久被逐出荣家。他真的是明珠？景行说过，等明珠回来会把集团转让给明珠。看来明珠一点都不喜欢景行的未婚妻，这婚是要泡汤啊！我不信，他怎么会是荣明珠？他是个骗子，他不可能是荣明珠。荣氏集团股权转让书。可是他手里拿的是股份转让书，这个还能有假吗？他明明是个穷鬼，这一定是他偷的。没错，他是陈管家的情人，一定是陈管家偷偷给他的。你个冒牌货，还敢在我面前装！陈管家，他可是在荣总身边当了几10年的老管家了。我看柔雪说的这么信誓旦旦，不像是假。满嘴谎言，品行低劣。陆柔雪，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你个敢骂我，真是活腻了！你敢打我姐？都给我住手！这个是陈管家这个老东西的小情人。所以陈管家才这么维护他，给他撑腰，肯定是这个老东西给他开红门，所以他才能搞到这么多荣家的东西。你居然还敢当众污蔑大小姐，给她泼脏水！
等荣先生回来了，他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你个老东西，敢对我姐吆五喝六的！等我姐嫁进荣家，你不还是我姐手下的一条狗？陈叔看着我爸长大，就连我爸都敬重他几分，你们怎么敢这么羞辱他？那是景行心善，才会让这种刁奴这么放肆，还偷偷用荣家的资源来滋养你这耀祖。放肆！来，乖乖跟哥哥走。陈叔，要带你去个好地方玩。滚！手，快松手！你这个敢在荣家家宴上撒野，快放开耀祖！我不放又能怎样？我要把你之前施加在我身上的折磨，一桩桩、一件件的全部还给你！姐，快救我！妈，快让我姐救我！荣雪，你快想办法救救你弟啊！他可是我们陆家的独苗苗！愣着干嘛？快上啊，把我弟救出来！我姐夫看到宴会搞成这样，不会生气吗？你这个居然在荣家的家宴上捣乱，还不快滚出去！我说了，我才是这个宴会的主人，要滚的人是你。快上啊！你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被这个欺负吗？陆柔雪，你的闹剧结束，把东西拿来。我说了。只要有我在，你就不可能进荣家的大门。荣家的骗术怎么会在你这里？还给我！放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等静心回来，你们就死定了。是吗？那你等下好好看看，到底是谁死定了。但在此之前，你打我，我要你全部还回来。这一巴掌打你毁我容貌，害我性命；这一巴掌打你毁我项链，心肠歹毒；这一巴掌打你兴风作浪，贪婪无耻。现在就去找荣景行，你们敢动我姐，他不会放过你们的。姐夫，我可算找到您了！有人不仅来家宴上捣乱，还欺负我姐，你快来帮他报仇！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动我的人。走。是谁敢在我荣家家宴上撒泼？静行，你可算回来了。我爸回来了，我要趁机让他看清这个女人的真面目。静行，快帮我制住那个疯子！在民主广场打我的也是他。你好眼熟。你看我这脸，还有手的淤青，都是他打的。他之前在民主广场打了我，现在又跑来大闹我们的订婚宴。原来就是他。姐夫，就是他。重点是这女的敢对我姐动手，你可不能放过她。而且这个和那个自由以对，合起伙来欺负我们柔雪。不可能，陈叔不是这样的人。你胡说八道！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
没事，让他们继续。你刚刚不是还很嚣张吗？怎么我姐夫一来就一个屁都不敢放？景行，你还记得你给明珠准备的那支药剂吗？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那个紫杉醇试剂，就是他弄坏的。说什么？就是他弄坏的试剂？没错，那天我们去机场接人，他突然冲出来拦车，害得药剂摔碎了。当时我们就跟他说，那东西有贵重他道，不仅不道歉，反而还怪我们开车不长眼，活该摔碎。怪不得如雪刚才气成那样，换成谁被人毁了这么重要的东西，还被追着闹事儿，不都得急眼啊？你居然还敢笑！景行，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你可得好好教训他。你笑什么？我希望你们一群跳梁小丑。你说他们好大好小，爸爸，爸，美珠，到底怎么回事？爸爸，他们都不相信我就是你的女儿呢。这怎么可能？原来她真的是明珠。真的是他。所以刚才荣明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完了，景行，我和明珠之间有些误会。误会？什么误会？我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和你说过，我是荣景行的女儿，我就是荣明珠。你敢告诉我爸，你对我做过什么吗？我做了什么？你自己难道没脸说出来吗？先生，他不敢说，我来说。这陆柔雪她肆意辱骂小姐不说，还仗着自己是你未婚妻的身份作威作福，让别人帮他一起欺负小姐。什么？柔雪，你刚在我面前仁义，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背着我害我女儿。不是的，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你女儿，董明珠。景行，你听我解释。姐夫，我姐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清楚？她是真的不知道那是你女儿，不知者不罪啊！对呀对呀，我知道你关心你女儿，但是你和柔雪不是都要准备结婚了吗？我们两个以后才是一家人，女儿迟早都是要嫁出去的外人，就没必要这么计较了。对啊，景航，你们好事将近，没必要为了这点的事情闹得这么难看。是啊是啊，家和万事兴，大家也是不清楚情况才闹出的误会。够了！我女儿不会是坏人，她和我永远都是一家人。你自小失穷，为了家族产业，在国外潜心研学10年，收集了不少医药相关的资料。他就是我荣景行的掌上明珠，谁敢伤害我，就是和我荣景行作对，我绝对不会饶过。是你，董明珠。景行，这都是误会，不能让他知道明珠脸上的伤是我弄的，要死不认，卖惨就好。景行，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你女儿，不然我打死也不会这么做的。你信我？对啊，姐夫，不知者不贵啊！我们真的不知道她就是明珠小姐。是啊，景行，要不是你总防着我们柔雪，不提早让她和你女儿见面，哪能闹出这误会？那照你们这么说，只要你们不知道对方是谁，杀人放火都是不干法的喽。
就算我做错了，明珠她就没错吗？她一上来就骂我，我还以为是有人来砸场子，怕丢你的脸，才做的过火了一点。对啊，姐夫，我姐都是为了你好。就是，他太在意你了，行事才偏激了点儿。你口指着说，不知道明珠是我女儿。那这份股份转让书又是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你居然给了明珠股份转让书呢？对呀，股份转让书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该提前告诉柔雪的。哎呀，好女婿，这种这么重要的文件怎么会随身携带嘛？我们就以为这是造假的嘛。他们不认得，你也不认得。景行，我不小心把印章摔坏了，现在缺了一角了。没事，不是什么大问题，能用就行。他们不认，你也不认得。这个缺角的印章，还是你摔的，你不记得？景行，我根本没注意到这个，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她就是你女儿。那你现在知道，我就是荣氏集团的继承人。你们陆家人狗仗人势，这些年在公司横行霸道、贪污腐败的事情，也该好好算算了。什么？他们居然还贪污！不，景行，你听我说。你到底还瞒着我，做了多少事情？对不起，景行，我真的没有。哼，没有，证据甩到你面前了，你都能死鸭子嘴硬。明珠，他们把账本证据撕掉了吗？他们都不信我是你女儿，非要给我安个小偷的罪名不说，还想着撕掉证据，毁尸灭尸。爸，你放心，这些不过是复验件而已。他们贪污的证据，你想要多少有多少。姐夫，误会，都是一场误会。这些年你们在我面前装的温柔体贴，尽心尽力为荣家家业付出，没想到背地里却一直在利用我。景行，你听我解释，这些都不是真的，我不是有意怀疑明珠的，没有人告诉我她是你女儿。放屁！我明明早就清清楚楚告诉过你们，她是明珠小姐，是荣先生唯一的女儿。可你们呢，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不仅当我的话是耳旁风，还变本加厉的编排是非。证据都摆在眼前了，你们还死鸭子嘴硬。这种心术不正、道德败坏的东西，要是进了荣家的门，迟早会把整个家都搅得鸡犬不宁。先生，你可千万不能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蒙骗。算什么东西？关你个老东西什么事？姐夫。老东西，我从小就是陈叔照顾长大的，相当于我半个父亲，连我都敬重几分，你又算哪根葱？敢对着他指手画脚？我早就告诉过他们，明珠小姐是你女儿，他们不但不信，还变本加厉的污蔑明珠小姐，说她是我的情人，简直是心肠歹毒。不是的，景行，你听我解释。我那天去买衣服，看他们把你给我订的米娅大师的衣服穿了，才会以为他们苟且。给你定制衣服？我什么时候给你订米娅大师的衣服？我明明就是给刚回国的明珠订的衣服。
怎么会？那不是你为了我们订婚，特意给我订的吗？他就是打着未来荣夫人的名义耀武扬威，当时还让人去抢明珠小姐的衣服。幸好明珠小姐带了保镖过去，不然她肯定又被欺负了。我不知道。没想到这个陆柔雪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居然这么能折腾人。你刚刚又不是没看到她那个嚣张跋扈的样子，肯定是想着自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索性演都不演了。闭嘴！你们都给我闭嘴！是真的吗？没有，锦行，我求求你相信我吧。锦行，女婿，你可不能信那些外人说的话呀。我们柔雪啊，才是以后要和你过日子人。荣总，我刚刚已经联系了店长，调取当天监控，等下他们会把视频发到我的手机。荣总，我刚刚已经联系了店长，调取当天监控，等下他们会把视频发到我的手机。陆小姐可是荣先生的未婚妻，这件衣服肯定是荣先生特意给他的未婚妻陆小姐订的。肯定是你们这群弄错了。算你识相。快把衣服给我脱下来，不然我要你好看！天哪，这陆柔雪居然这么大胆，做出这种事情，肯定就是仗着自己要嫁进荣家。之前还说什么性格温柔，现在看来全是装的。陆柔雪，你还有什么话可说？锦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我只是一时糊涂，我都是因为太爱你才会这么做的。爱我就是把我女儿害成这样，爱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看你爱的是荣家的钱，是首富夫人的位置。陈叔跟了我30年，你污蔑他和明珠有染，明珠是我唯一的女儿，你把她打成那样，你这种女人，连给她踢鞋都不配。你要干什么？爸，住手！爸，爸，我现在没事。这种人应该让法律制裁。不许！荣明珠，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快帮我劝劝你爸爸。陆柔雪，看来你记性不太好。我们第一次见的时候，我就和你还有你弟弟说过，你不可能嫁进荣家。我有钱，还有你。那时候不也是因为你们打碎了那个紫杉醇药剂，我们才会这么生气教训你？要说也是你不对在先。你说什么？教训明珠？你们对明珠做了什么？你这个蠢货，给我闭嘴！爸，你之前不是问我是谁打断我的手，害我毁容吗？就是他们。天哪，没想到陆柔雪还敢打断别人的手，还害人毁容，真是无法无天。要是把这种人娶回去，简直就是祸乱家门。不是的，不是的，是明珠先拦车，害得我弄坏了千金难求的紫杉醇提取物，我才会这么生气打他。我要是知道她是你女儿，我绝对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对啊，我姐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她知道你要回国，还费不少心思要给你准备见面礼呢。明珠，你要是介意之前的事情，你就打我吧，你打我出气吧。明珠，是我错了，求你原谅我吧，我以后会好好对你的。不了，我们荣家没有福气接受陆柔雪你这种女人嫁进来。我一早就告诉过你，我是荣明珠，是荣家的女儿。你们非但不信，还变本加厉的打我。记得你扯碎的那条项链吗？那是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遗物。
什么？你居然还毁了明珠母亲的遗物！你配我不知道你的事？我不知道，都是他，是他说明珠不是你女儿，我才会。陆柔雪，你捧高踩低，品行不端。难道换一个不是荣家女儿的人，就可以任由你欺辱，任由你谋害性命了吗？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人怀道德，有没有法律法规？这陆柔雪也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吧！锦行，你救救我，我不能坐牢，我不能坐牢，你帮帮我啊！锦行，我是你的未婚妻，你赶紧帮我劝劝明珠吧。你不仅伤害我女儿，你居然还毁了明珠母亲的遗物！你还有什么脸继续做我的未婚妻？明珠，把聘书给我。什么？这不就是刚刚明珠拿出来的吗？这荣氏聘书可是代表了荣家人对他身份的认可和重视。有了这个，不仅 A 国上流世家会照顾他，就连国际商圈也会给他几分面子。而且陆家肯定也会水涨船高，跻身名流。景行给陆柔雪准备的这么齐全，看来原本是真的打定了主意和他结婚。这陆柔雪就差这么临门一脚，差点还真让她当上荣夫人了。从前是我荣景行被人蒙蔽，识人不清，差点就把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娶回荣家。不是这样的，景行，明珠，我给你下跪磕头了，你快劝劝你爸爸。景行，你不高兴的话，我让我弟也给你磕，你就消消气吧。给我跪下！够了，别磕了。景行，你原谅我了。就是把头磕破了，都不可能改变我的想法的。我宣布，荣家与陆家的婚约就此作废。我荣景行和陆柔雪婚约取消。我女儿差点就要成为首富夫人了，完了，这下全完了。锦行，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还帮你打理公司，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能就这么抛弃我。看来你们记性果然不太好。你们说的打理公司，是指当荣氏集团的助手，把荣氏的钱拿来喂给你亲爱的弟弟。在你和我爸谈恋爱这3年里，你以业务招待费名义，一共转走了3个亿，其中70%都进了陆耀祖的口袋。这笔钱，你又要怎么算呢？刘特助，你来告诉他，法律上职务侵占罪是怎么量刑的？根据刑法第271条，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陆小姐，你挪用的2.1亿元已经达到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量刑可至10年以上。10年，景行，你不会真的要送我去坐牢吧？当然，你犯了罪，这是你应得的。荣景行，我姐可是跟了你3年，你真的这么狠心要送她去坐牢吗？不仅是陆柔雪、陆耀祖，还有你。我？关我什么事？刘特助，这里还有一个法卯，得再麻烦你给他科普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陆先生，你在江汉路青屿巷用木棍打断明珠小姐的右臂，导致其手臂骨折。根据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轻伤以上，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若致人重伤，量刑可达3年以上10年以下。我那是失手，谁让他挡我姐的路？
失手？对啊，我就是失手。你说我故意伤人，你们有证据吗？我的手，难道不是你打的吗？我要是不认你又能怎样？你有证据才能告我。哼，我早就查过了，那条小路上可没有监控，你们可别想汪我。他这都没说错，没有物证的话，他很难被判刑。难道就只能这么让他逍遥法外吗？没监控的话，这小子怕是真能赖掉，那明珠的手不就白受伤了？陆耀祖看着就不是好东西，没想到这么狡猾。不行，我绝对不能让陆耀祖这种人逍遥法外。造孽呀！这些有钱人就是黑心啊！你有证据就想污蔑我儿子，真是只手遮天！等等，我有证据。我那天录下了他们伤害荣小姐的视频。你这个臭摆摊的来这里干什么？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这位大姐，我知道你赚钱不容易，但有些东西是不能乱拿出来的。你最好掂量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是，小心我以后让你在这座城吃不了兜着走。我呸！你这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家伙，我才不怕你呢！你就算外表穿的再光鲜亮丽，也掩盖不了你就是个烂人。就是，你们都是坏人。那天要不是姐姐拦车，我早就被你们撞死了。先生，这是我那天偷偷录的视频，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滚开！住手！哎呦，耀祖，我的心肝宝贝啊，你没事吧？还想当着我们的面公然伤害证人、毁坏证据，做梦！拿手机去拨。是。你们这种下等人都是贱命一条，我全都能买下来。原来是真的，他们居然这么恶毒，简直是法外狂徒。这就是景行选的未婚妻，真是蛇蝎心肠。赶紧把他们送进监狱吧，别让他们祸害社会了。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在我面前温柔的样子全是装的。还有什么话好说？不可能，怎么会有视频？静行，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我们3年感情的份上，你放过我吧，求你了。姐夫，我也错了，我不该听我姐的话打你女儿，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这一次吧。
爸，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犯下的罪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明珠说的对，刘特助，立刻报警，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好你个荣景行，是打算白水我女儿？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不要脸，白白水了人，不但把钱要回去，还要把人送去坐牢。你在胡说什么？我和陆柔雪是正常恋爱关系。什么正常灵儿关系？你就是看上了我女儿的美貌，想为她仗势欺人欺霸她的。反正横竖都是死路一条，倒不如放手一搏。对，我跟荣景行在一起，都是他强迫我的。你们不知道，他在一次酒后强迫了我。事后为了掩盖他潜规则我的丑事，就把我留在身边当贴身秘书，逼着我跟他谈恋爱，这样就能光明正大的睡卧了。没错，那些钱就是你给我姐的封口费。荣景行，你难道还想白嫖我姐不成？没想到景行看上去表面这么正经，私底下居然这么会跑。有事儿秘书干，没事儿。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话可真是没有说错。连景行这样的人也是免不了俗啊。景行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会对我们柔雪负责，现在倒好，你为了你刚回来的女儿就要把我们赶尽杀绝，她可是被你毁了一辈子。一派胡言！我荣景行敢做敢当，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你们别想把屎盆子扣我头上！所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和我姐结婚，再养着我们家，我们就不追究你之前其他的事情。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响。是谁报的警？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想清楚，真的是我爸强迫你的。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想清楚，真的是我爸强迫你的。那件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肯定没证据了。对，没错，就是荣景行强迫我的。这件事一闹起来，对荣氏集团的影响可不小，何必要闹到这么难看呢？你们是觉得他拿不出没有强迫陆柔雪的证据？是又如何？你要是能拿出证据，你就拿出来啊！不然今天我们就是咬死说荣景恒强迫我姐，你又能如何？我刚让人找到了点好东西，刘特助，去播出来给大家看看。既然你们要证据，那就看看这个。荣总，我特别崇拜您，希望能成为您的贴身秘书。把简历给人事，按流程走，我会根据面试结果进行评估。这是断章取义。就是，这又能证明什么？只是我姐很崇拜荣景行而已。对啊，有些人人面兽心，利用我女儿崇拜她来引诱她，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别急，那就来看看下一个视频吧。陆柔雪，你应该还记得西海酒店吧？毕竟那可是你费尽心思布局的地方。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当初你送给我的画，我现在原封不动还给你。什么话？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张经理，只要帮我把药下到荣景行的酒里，等我之后成了荣夫人，少不了你的好处。好，那我就等陆小姐到时候提携我了。
陆小姐，事情办好了。他原来是靠着下药上位的。这种人就是为了嫁入豪门不择手段。你怎么会有这个视频？肯定是你为了陷害我伪造的，是不是？是不是？你以为收买了张经理就能高枕无忧了？没想到他会特意保存这些证据，以便日后能更好的从你这里勒索更多钱。陆柔雪，我当初待你不薄，待我不薄，你就是个工作狂，女儿奴。我要是不给你下药，你心里只有工作和你女儿。我知道你是有责任感的人，要是不借着你酒后乱性的名义让你对我负责，引起你的注意，怎么当上荣夫人？王队长，你看那边。你们干什么？你们放开我！耀祖，你们放开我！耀祖，荣明珠，我不会放过你的。明珠，是爸爸没保护好你，让陆柔雪的毒妇。爸，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将任命明珠为荣氏集团的新任总裁。荣总，大小姐刚回国，突然让她接受集团，是不是太突然了些？对呀，我们又不清楚她的能力。我知道各位对我的能力有所怀疑，我会证明我自己的。各位请看我发给大家的文件。明珠小姐主导的抗癌靶向药已通过了药监局的认证，是世界上第一款能达到80%疗效的抗癌药物。很好，好啊！现在大家对我还有异议吗？没想到现在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老荣真的是虎父无犬子啊，不，无犬女啊！哈哈哈哈。慢点跑！哎，慢点跑！荣姐姐，你看，老师夸我画的好。这是我、你，还有你妈妈。妈妈说了，我能上这么好的学校，都是因为姐姐。以后我也要像姐姐一样救人，学医救人。小虎真棒。荣小姐，太感谢你了。自从你帮我盘下街角的小店，我这生意啊，比摆摊时好上10倍都不止，还不用整日担惊受怕被城管赶。是我该感谢你才对。那天在小路上，你明知道他们不是好人，还路见不平站出来替我说话。之后还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否则我后面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那有啥好谢的？再说了，要不是你先冲出去救小虎，那孩子说不定……我不能忘恩负义，是你心善，所以好人有好报。后续有任何需要，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找刘特助。好人有好报这句话，我同样也送给你。荣小姐，太谢谢你了。你他妈以前不是首富荣景行的秘书和未婚妻吗？怎么还沦落到这里了？别瞪了，再瞪也变不成荣夫人。听说你是靠给男人下药上位的，本事不小啊！可惜临门一脚摔了个狗吃屎，最后还不是被送了进来。现在还不是跟我们一样，还不服是吧？那就打到他服为止。荣氏集团目前已完成了总裁之位的交接，年仅22岁的荣明珠小姐接任荣景行先生。据了解，他在医药研究领域上成果斐然，其主导研发的药物为许多贫困家庭也能用上。都怪这个恭喜明珠小姐，发布会之后，荣氏集团的股价已经连续1个月涨停，而且市值还翻倍了。国际医药联盟刚才还发邮件来说是希望能和您洽谈关于新药的合作。这都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能算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段时间忙前忙后的，累坏了吧？爸让陈叔炖了燕窝，给你好好补补。好，就知道爸最关心、最心疼我了。荣明珠，小姐，你到底是谁？快放开明珠！别冲动，放开他！别动，谁都别动！荣明珠，你毁了我原本应该拥有的一切。今天我要你给我赔葬！你是陆柔雪？陆柔雪，你越狱了！没想到吧？我说了，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就算死，也要拉你这个贱婢！住手！不要伤害明珠！柔雪，有话好好说，放了明珠。景行，景行，你知道我在监狱里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吗？我好想你。柔雪，你先放开明珠，有什么事我们好好谈。放开他！不可能！你原本都要和我结婚了，都快！把这个贱人挑拨我们，如果没有他，我们就能在一起了！陆柔雪，明珠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你敢害死她，我是不会原谅你的！你以为杀了我就能夺回所谓的一切？陆柔雪，你从一开始就输给你自己刻在骨子里的贪婪和傲慢。如果不是你从非洲回来碍眼，我早就是荣家夫人了。
你知不知道我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那些人打我，还骂我是靠下药上位的。这一切是谁造成的？是你！你以为你进监狱是我的错？害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挪用公款、收受贿赂、故意伤害，哪一条不是你咎由自取？就算没有我，你这种人也迟早会被欲望反噬。闭嘴！给我闭嘴！哎！没事。明珠，还好你没事。明珠小姐，没事了，一切都结束了。